这份对外援助法案，其中近610亿美元用于支持乌克兰对抗俄罗斯。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感谢，俄方表示将坚决回击。 经过连月激烈博弈，新一项援助乌克兰法案终于获美国众议院通过。法案涉及超过608亿美元，其中230亿美元用以补充美国武器库存和设施。另外，法案中还包括一项清算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并转交给乌克兰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法案被纳入包含4项内容的一揽子法案中，最终获得众议院的通过。 《纽约时报》报道称，援乌法案有112名共和党人反对，101名共和党人支持。这表明，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以及对援乌的反对态度，在共和党内部造成了严重的分歧。而美国众议院共和党籍议长约翰逊是其中最主要的支持者之一。他在议案表决前发表演说，警告说，如果美国不再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和弹药，俄罗斯可能会取得胜利，从而促使其深入欧洲，将美国拖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他还声称，国际形势如此严峻，众议院别无选择。约翰逊这一行为获得美国自由派媒体力挺，《纽约时报》将约翰逊与美国前副总统彭斯相提并论。彭斯曾拒绝了特朗普推翻2020年大选结果的要求。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甚至将他比作2战期间英国首相丘吉尔，并称赞他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高度赞扬约翰逊冒着极大的风险对共和党民粹主义的公然挑战。但约翰逊此举惹怒了大批共和党保守派人士。佐治亚州共和党众议员泰勒·格林抨击是对共和党人和美国民众的不忠诚和背叛。他警告说，现在我们需要一位新的众议院议长。科罗拉多州众议员劳伦·伯伯特表示，约翰逊应为此负责。我永远不会再支持麦克·约翰逊担任议长。德克萨斯州共和党众议员齐普·罗伊也表示，将对约翰逊发起罢免动议。特朗普的儿子小唐纳德·特朗普也加入了对约翰逊及其对援乌法案处理方式的谴责，但特朗普本人近期对法案保持沉默，并没有施压共和党人投票反对。报道认为，鉴于选举临近，特朗普担心自己会承受更多的公众损失，因此希望不要节外生枝。随后，泽连斯基对美国表示了感谢。他于20号晚些时候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我感谢美国众议院两党以及议长迈克尔·约翰逊的决定。 我将让历史沿着正确轨道前进。众议院今天通过的重要的美国援助法案将阻止战争扩大，拯救成千上万人，并让两国变得更加强大。俄罗斯则对该决议提出批评，称此举将对乌克兰造成更大的破坏。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1号在谈及此事时表示，美国作为俄乌冲突的实际参与方，毫无疑问的将被予以坚决回击。据俄罗斯塔斯社报道，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0号回应说，向乌克兰提供援助的决定是预料之中的，也是可预见的。这将使美国变得更富裕，但也会进一步破坏乌克兰，使更多乌克兰人丧生。而对于法案中关于清算被扣押的俄罗斯资产转交给乌克兰的内容，佩斯科夫还表示，俄方还需要梳理细节。他称，只要他们还在考虑扣押我们的资产，就会对美国形象造成无法弥补的损害。当然，如果这是真的，美国必须为此负责。我们将以最符合我们利益的方式采取行动。美国《华盛顿邮报》分析了援乌法案通过的原因，他认为法案涉及超过608亿美元，看似巨额的对乌援助费用，其实约80%都留在美国国内。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坎西安透露，新的对乌援助清单中有230亿美元用于补充已经提供给乌克兰的武器和装备的美国储备，另有138亿美元允许乌克兰通过从美国国防工业基地购买武器和弹药来重新武装自己。今年以来呀，这个俄罗斯其实在这个冲突这方面其实加紧了一些攻势啊，所以看到是相对来讲是占了比较这个相对优势的这样一个位置啊，那么引起了整个西方的一个恐慌。美国在这个2年多的这个冲突过程中，显示出其实它在军事装备方面，尤其是这个补给这方面，还是一些短板显露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它更多的依赖于这个欧洲的盟国。
甚至依赖于亚洲的盟国，向这个乌克兰提供相应的一些杀伤性武器以及相应的这种补给一种装备。俄乌战事仍在继续。俄罗斯国防部昨天发布战报称，在过去1天的战斗中，俄军在多个战线打退乌军10次攻势，并发动多次主动进攻，摧毁火炮、防空导弹等其他武器装备。俄军完全控制了顿涅茨克地区的博格丹诺夫卡居民点。俄陆军航空兵、导弹和炮兵部队摧毁了一架乌军米格29战机。此外，俄防空部队击落194架乌克兰无人机，拦截8枚海马斯和飓风火箭弹。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发布晚间战报称，在过去24小时内，前线地区发生65次战斗，乌军击退了俄在库皮扬斯克、巴赫穆特、赫尔松、新帕夫利夫卡和阿夫杰耶夫卡等地区的进攻。乌空军对俄军9个人员和武器装备集中区阵地实施了打击。另据俄罗斯媒体21号报道，塞瓦斯托波尔地方官员当天在社交媒体上称，俄军当天从该地区北部一艘船上击落了1枚反舰导弹，导弹碎片掉落引发了火灾，但火灾很快被扑灭。社交媒体上流传的一段视频显示，现场冒出大量浓烟。另据塔斯社报道，当天早上克里米亚大桥的汽车交通暂停。塞瓦斯托波尔位于克里米亚半岛，塔斯社称这里是俄罗斯黑海舰队的主要基地。